今天分享豆沙小排包，我觉得这款面包没有哪个小朋友是不爱吃的。面包体松软拉丝，放3天依旧柔软，很细腻，适合早上吃，满满的童年回忆。做面包一定要用高筋面粉或者是面包粉，这样做出来呢才没有馒头味。今天做的分量是一个28×28的方盘分量。没有厨师机的小伙伴可以参考我之前免油小餐包的水和方法：5克耐高糖的酵母，30克的糖，20克的炼乳，增加奶香味，冷藏过的鸡蛋液50克，牛奶冻成有冰渣的状态，或者打面桶提前冷冻过，这样更加好控制面温。面团打好出缸的时候要控制在26度以下。先开3档把材料混合均匀，再转4档打出粗膜，就可以加入黄油和盐，继续开3档混合均匀，再转4档，我大约打了11至12分钟，手上沾一点油，可以拉出这种薄薄的手套膜就可以了。打好的面团不用松弛，我们直接分成12等份，每一个面团的重量大约是61克，拍扁，折叠，收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面团松弛20分钟，我们再来整形。现在天气比较热，我直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松弛。松弛好的面团，我们现在开始整形。取一个面团，从中间擀开，反过来，光滑面朝下，擀成长方形，底部捏薄，放入25克的豆沙馅，两边要捏紧。下面切成8个小条，卷起来，收口处捏紧，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摆入28方盘，烤箱32度，发酵至2倍大，旁边放一碗热水保湿。发酵好的面团按压下去是会轻微的回弹，面团的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蛋液。烤箱提前预热，烘烤的温度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。上色满意后盖上锡纸，防止烤糊。刚出炉的豆沙小排包真的太香了，趁热刷上黄油，掰开里面还是松软拉丝的，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不想费力揉面又想吃松软拉丝的面包，姐妹快看过来，不用有手套膜，做法简单，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，赶紧学起来吧。先把牛奶、鸡蛋、白糖、酵母混合均匀，喜欢奶香味更浓郁可以加入15克奶粉，不加也是可以的。加入400克的高筋面粉或者是面包粉，搅拌至无干粉状态，面团会比较粘手，涂上少量的植物油保湿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1个小时，加入软化的黄油和盐。下手把黄油和面团抓拌均匀，再向外往内拉伸折叠。面团成团后摔打3分钟，整理成一个相对比较光滑的面团，放入烤箱28度发酵至2倍大，旁边放一碗热水保湿，大约需要40分钟。发酵好的面团呢，在中间戳一个小洞，没有回缩和塌陷就是发酵好了。轻轻按压排出气体，分成16份，取一块面团，拍扁，折叠，反过来收圆，这样就好了。摆入烤盘，放入烤箱32度发酵至1.5倍大，旁边放一碗热水保湿。发酵好的面团表面刷上一层牛奶或者是鸡蛋液。烤箱提前预热，上下火170度，放在中层烤20分钟。表面上色满意，可以盖上锡纸，防止烤糊。出炉时候满屋都是奶香味。趁热在表面涂上一层黄油。不用复杂的整形，也减少了水合的时间。这个免油的配方非常适合新手，赶紧去试一下吧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不想用预拌粉做麻薯包的姐妹看过来啦，健康无添加，只需要几种简单的食材，在家也可以做出饱满又空心的麻薯包。我们先把面粉和抹茶粉过一下筛，把屏幕上的材料全部加进来，黄油可以用玉米油代替，但是尽量不要用零卡糖来做这个麻薯包，因为零卡糖做出来的麻薯包呢是不会空心的。搅拌至糖融化，再开火煮至沸腾的状态，立即关火，加入面粉和抹茶粉，抹茶粉也可以用斑斓粉代替。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再开小火，用刮刀按压面糊，让面团彻底糊化。
重点来了，烫面是一定要烫彻底的，这样做出来的麻薯包才会空心。把面团倒入一个容器里，迅速加入木薯淀粉。之前有姐妹说用木薯淀粉做的麻薯包第二天会发硬，可以放入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蒸一下就会变软的了。好了，用刮刀混合至一个无干粉的状态，我们再下手揉一下，混合至一个无干粉状态就可以了。重点来了，如果做麻薯包出现塌陷的情况变成蛋饼，就是因为面团没有彻底放凉。碗里打入2个鸡蛋，把它们混合均匀。我们先把烤箱预热一下，预热到180度。现在我这个面团已经彻底放凉了，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鸡蛋液。鸡蛋液也不是说一定要加完的，还是要看面团的状态。用偏硬一点的刮刀先翻拌。面团开始变软后，我们再用打蛋器的片棒去打发，这样会更省时省力。打发至一个无颗粒状态。搅拌好的面糊呢，它是非常细腻顺滑的。我们提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长长的倒三角飘带的一个状态。把面糊放入裱花袋，如果面糊太稀，可以加入少量的木薯淀粉去调和一下。利用刮刀整理一下面糊，裱花袋剪开1厘米的口。挤入烤盘，裱花袋和烤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尽量挤高一些，手上沾一些水，轻轻地把面糊上面这个小尖角按下去。这是我做的面糊有一点点稀，已经开始塌下去，我们等下看一下效果。我尝试做了第2次，这次的面糊是比较浓稠的，这次的面糊也挤得非常高。我想这是肯定可以做出超大空心的麻薯包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第1次烤的，它的面糊是比较稀一点的，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空心。令我惊讶的是，第1次烤的麻薯包基本每个都有不同程度的大空心。第2个、第3个都是空心的。这个是第2次烤的，我觉得第1次烤的形状会相对比较好看。没想到面糊挤这么高，空心效果居然不好。我连续切了好几个，效果都是一样。最后我来总结一下，面糊可以挂在刮刀上，一个倒三角的状态，缓慢滴落，这个为最佳状态。面糊比较浓稠，用打蛋器打发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阻力，面糊挂在刮刀上不易掉落，这种状态基本做出来的麻薯包都不会空心的。祝你也可以做出成功的麻薯包。